3岁到13岁，每天要饭，每天要饭。对，我是要饭的，要了10年。红是可见的光谱中最末端的颜色。在聚光灯下的演员，红与不红，这是大众审视这个职业的简单分类。挣扎过，彷徨过，也许笔直的面对自己，才能从容的面对世界，不着色相。红是我的名字1/3，但我更爱那2/3，让我享受命运给我安排的多彩经历，不担忧一朝一夕的起伏，不苛求一种颜色的宿命，才是我做演员我生活的真谛。本节目由东森自然美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因为我访问的对象跟我很有缘。我第一部电影就是跟你合作的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拿的第一个金像奖也是你颁奖给我的。我觉得小红是我非常尊重的，你特别的有抗压能力，而且你很清楚自己在干嘛。非常感谢，也非常开心你。其实我都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我有一个小秘密，就是我真的特别佩服你。在香港电影圈，说实在的，女的啊，我没有佩服其他人，真的就是你，还有我自己。哇，这个好。对，我的路走得很坎坷，然后也很苦，很多冷言冷语吧。有时候刺你心里面，真的很难受。可是我还是可以顶过来。我知道你的路也走得很辛苦。对的，一个女人能够像我一样抗压那么大，抗压，对的，其实真的不容易。好像每个人看到我们就云淡风轻这样走过来，飘飘的。其实每一个过程都是非常难。对，每个人其实都一样的。对，而且你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生了病的。对。那时候可能电影圈有题材的话题啊、电影啊，轮不到我。突然之间，从很多戏拍的主角，突然连尾一个电影都没有。然后呢，开始有人找第3女主角，或者是一些阿姨啊，请你客串啊，这种心里面很不平衡。因为在我从第一天拍戏到我不太好的时候，时间其实10几年。这10几年真的我拼搏了很厉害，身上所有的伤啊，对，永远都会看到你们美美的，可是他们永远都会觉得我很丑，然后我不懂得演戏啊，心里面很不平衡，然后就开始有愤怒，那时候很愤怒，然后所有人我都讨厌。其实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抑郁症。头几年不知道。头几年，就觉得人家没有眼光，不懂才，永远都是想到自己最好。然后到了第3年比较严重，就是家里面所有的镜子，我都用毛巾盖起来。我家是3层楼，我住最顶，然后我妈妈、我妹妹都在跟我一起住，可是他们1个多月没知道我在哪里，因为我锁起来。然后听到他们在的时候，我不出去，然后声音也不会吭一声，希望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，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到他们睡觉了，我才偷偷的下去找吃的，然后上去。那时候每天都哭，嫌自己垃圾没有，然后很多声音，什么声音呢？就告诉自己你留在这里干嘛，然后还会跟他对话。最后面真的我做了傻事，我吃了100多颗，100多颗什么安眠药啊？
那吃完是一个什么样的？吃完之后呢，我就跟我朋友打了一通电话，然后呢，可能他听到那个感觉，就打到我妹妹手机，然后我锁了门，我妹妹就上来就踢门啊，然后那个过程我已经不知道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只看到我妈脸都肿了，我妹妹脸都肿了，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生病。回头一看，我觉得让我自己很丢脸，所以我很面对那个，我怕再回到那时候，所以我绝对要把自己弄得很好，要control我自己，才不会回去。那你走出阴影，现在很阳光，很健康啊。现在其实都会有，还会有，只不过我知道心理上的反应，我要怎么样去处理了。譬如说，我突然之间我觉得好像心脏病要发，这里疼啊，呼吸不好啊，情绪有一点低落啊，那我就知道，有问题了。我就赶紧去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在家里面逗逗狗啊，画画啊，对啊，跟朋友打打麻将啊。这个10年啊，我看你拍很多的电影，而且你把每一个角色都拿捏得非常的准确跟到位，这是因为你经历过一段非常时期，因为家人的离开，然后你自己生病，事业爱情的一个低谷，所有的经历，所有的情绪，好像在你最近这10年的角色里面完全爆发出来，就每一个角色你都赋予它很大的一个生命力。我自己觉得是人生经历吧，从小在街头，3岁到13岁，每天要饭，每天要饭，对，我是要饭的，要了10年。我在湾仔要饭，不太可能吧？是真的，对，是真的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的性格那么强，那么往前冲，是因为我怕。我怕，你怕回到那个时候？对，我怕贫穷。我怕没有位置。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当什么大姐，可是我怕没有位置。因为位置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？对，我怕，所以我一定要往前冲。可是后来再出来的时候，完全世界变了另外一个，我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，都可能会踩你一脚，或是一些话说的挺打击的没钱啊，现在又出来了，很多这种。所以你是会介意别人怎么样来说你的？我介意，所以我要摆脱它，所以我必须要成功。你那个时候真的很拼了。其实你是不是一个武行出身的？我不是，我完全不懂啊。你是跳舞的？你是跳舞的？我是跳中国舞蹈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家从小我是贫困出来，一个千金小姐抓一个机会，跟我们这个要饭的抓一个机会，那个看法是不一样。这就是我要好好的把这个机会也要弄得最好，而他们可以随便去。那时候有人问我最辛苦的时候，就是跟你拍那个电影《纽记杂牌军》，我还断了腿。对，我断了腿，腿是这样，我还抱回去继续打，腿是这样。只要说我不行了，马上后面就有人拥上来嘛。是的。所以到现在，其实我常常提我自己，不要抓得这么紧，因为从小就是苦上来，每个东西在我手上的我都很紧张。我觉得你已经成为一个生活模式了，你经常在 get ready 等机会来，不能等，不能等，你要自己去找吗？譬如说雪观音，本来基本上就不是我，那你去找导演，导演不要见，他觉得我不是，然后呢，那个制片就是说，反正来到香港就剩2个小时，好吧，我就约了他，你去看看吧。当天他来的时候，我看了他给我的一个稿子，我造型完全弄好了，我去见导演，还要让导演等了我半个小时我才进去，演了10几20分钟之后，导演才知道原来我刚才在演，本来不是我的，我就把他抓回来。有时候机会要自己去创作的，真的。但
当你抓到那个机会的时候，你要很认真的对待。是的。现在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，很多新人，他们有很多机会，又好像没有什么机会。一些很年轻的演员一出来拍1、2部电视剧，变成网红流量，然后突然之间就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因为竞争太大了。有窍门的，我很喜欢看新闻，我很喜欢问为什么。我看东西可能角度跟你们看的不一样，所以每次我拿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会很快就有一个原谱在这里搬进去，有个画面。然后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心理科，对，这样对每一个角色本身他的性格你就已经知道很清楚。假如我说这个人是很自闭的，然后他也是蛮强的，那只要我把这个放进去，我其他我都不用管，我会催眠我自己。我在开工前1个礼拜，我会用我整理好的性格去生活。那基本上剧本什么我都不需要管，因为所有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，基本上都是跟这个性格而衍生出来的。如果你再去管，你就会框住自己。因为最小的时候，我在湾仔长大，我是要饭的嘛，10个水兵在，你都要观察哪一个是好的，哪一个你能走过去，哪一个他不会打你，哪一个他会给钱你。你跑错去，你很 peace 的一把，不要。好像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你在2人故里面长大的，整就是有很多吸毒的，有很多八女，有很多劳保，有很多水兵，有很多扒手，鱼龙混杂。对，在这里会培养到你的性格是蛮坚强的。我看到一个新闻啊，就你有一段很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就你有一个外国籍的男朋友是吧？没有，不是。那时候我要饭在湾仔，他应该是18岁的一个，不是全黑人，就是黑白混血的，刚当兵，所以他第一次还没有去到越南前，他们先到香港，再送到建厂去。所以他很害怕，因为他觉得他会死。他只想找一个好像家人一样，只是一看到我就每天7天都在坐在那边就看着我。你们有交流吗？有，因为我要忙着去卖口香糖啊，他有去酒吧去买那个薯条叫 fish and chip， 给我吃啊，这种有。只是他没耽误我，我就一直卖，没事我就靠在马路旁边那个栏杆就跟他聊天，然后有了又去这样子。他就坐在那边就等，每天就是算上了岸，就等到时间他就离开。7天之后他就说他要走了，去越南了。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死，就把所有的钱给我，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，他说 I love you how to speak Cantonese， 我就告诉他我爱你。那现在有他的消息吗？没了。我上去纽约的时候，因为我去领奖嘛，有很多媒体嘛，我公开问有没有一个知道有这个人，找不到了。我想应该可能性不大了。他们都说我们这个年龄有女性中年危机啊，在这一行，你有没有这个？过去了，可能是比较幸运，在我最不好的时间里面，就是那个危机。对。当我在面对重新出来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路不好走。对，因为我曾经也是最红，在出来的时候掉得很低，是一个7线到8线。那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，只要给我一次机会抓到一个我的角色，无论他是第5线，只要给我抓到，你会看到我。你比我好很多，你第1部电影就拿最佳女主角。我提名了6次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要知道吗？很快上去，很快掉下来，那个疼更疼。不一样的经历了，但是还是给了我们很丰富的人生的一个经历。是的，我还蛮感谢那5次的失败的。反正我还有很多机会嘛，我准备演到80岁了。你准备演到几岁？说实在，我不会演到那么久。我觉得我要留一些时间给我自己人生。
我到现在我没有真正去旅行，因为我的心都在工作。最近因为疫情的问题，我反省了，我就觉得我应该跟我家里面，跟小狗啊、我妹妹啊、姐姐啊，真的整个中国跑一转，去旅行。我从11年前我在福苏拿第2次奖到现在，我没有试过有真正停下来，大概2个月吧，因为我害怕。差不多2个礼拜，我就问公司，我怕停下来给遗忘，因为我曾经给遗忘了。你现在可以绝对放松了，因为全华人世界里面都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会演戏，而且你是一个工作态度非常认真的演员。谢谢。可是曾经掉下来是很害怕的事。就对你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阴影。对，因为我很重视你生存的价值。我生存的价值就是我家里面我很重要。我朋友很爱我，我工作我很重要。你在不在意自己老去呢？我现在还不老啊，但是你在不在意你突然多了一根白头发啊，或者是多了几条皱纹啊？我还不够多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无所谓的，因为要保养真的很累了。是。对，太累了，就自然的老去，终身自然美。老就老吧，不要有病痛的好。好，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聊天。真的，在你身上学到很多。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心想，和喜欢嘉玲，她是一个生命力强大的女性。感谢时光，让我们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曾经，我对30岁以后的人生很不满意。当时的我不知道，那才是新生的开始。现在的我依然相信，过往的经历皆为虚张，我依然在路上。上微博搜索刘嘉玲对照记，参与更多话题讨论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。